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一麦。2023年9月14号，任天堂直面会，老任首发放出《斯普拉顿3自训篇》的新预告。虽然只有短短的1分半，却透露许多的情报玩法。官网也在直面会后更新自训篇的网页，以下整理6点说明。1、故事。首先，在官网的故事是这么说的：在秩序之塔的舞台上，玩家的能力需要透过色票强化，攻略各式各样的地面关卡，朝向塔的最上层前进。从秩序的世界逃脱吧。在8号苏醒后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没有居民、失去色彩的上新广场，其中央竖立着秩序之塔。8号需要击退那些袭来的诡异敌人，跟小鸡一起探索事件的真相，朝向塔的最上层前进。而故事的主角正是年轻的章鱼特务8号，一样可以选择男章鱼使用。其身边的无人机正是人气偶像团体 Pentagrus 的小鸡。确定是小鸡本人，可以从脸上的痣、眉毛看出，但不清楚为何以无人机的模样出现。2、虚拟世界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《数码宝贝：刀剑神域》的动画？这2部讲述虚拟空间及现实世界的连接，并且主角能够穿越在2个世界冒险的故事。为什么特别提到动画呢？因为从预告片中也能看出类似虚拟世界的细节，例如开头面对秩序之塔的时候，对战敌人的时候，以及8号重生的画面，武器出现的样子，都能说明这不是现实世界。再加上玩过英雄模式的各位肯定都有印象，在章鱼的现实世界会充斥许多人造物，而且颜色相当缤纷。即使幻界墙是一经打造，其显示出的天空也不会有电子讯号的破碎感。最后是武器的不同，目前8号拿到的武器刮水刀，并不像现实的武器会有击发的按钮，仿佛武器是用意念击发。从武器的白色系来看，似乎是从敌人骨头打造而成。3、Deathfish Mr. Ahado。先来回顾预告中他们相遇的对话：你是刚才那些鱼的伙伴吗？上啊，小巴！这时候的小巴表情真的好可爱啊，似乎心里在 OS： 你是在攻杀小？你在说什么啊？嘿，我不是敌人，跟你们一样被困在这里。我叫做 Mr.， 跟饭田在很久以前认识。真的假的？怎么不早点说啊？嘿，小鸡，这个色票你拿去，可以装备在调色盘。接着就到选光画面，等一下再说明。先提预告出现的新角色 Mr.， 从2代官方画册得知，本名 Mr. Ahado。Ahado 是德语8的意思。DJ 名为 Deathfish， 是英文的死和鱼的合成词，指他经过消毒后不再活着的意思。曾经的他在章鱼界被视为前途无量的 DJ， 由于对理想音乐的追求，踏入地下实验室，并接受消毒实验，却因此失去自我。意思是他仿佛不再是自己，而是从旁观者视角在看着自己，但身体的细胞仍存在着音乐的节奏。虽然经过消毒后，他与一般的章鱼战士仍然不同。马尾带有蓝红色的渐层，四肢边缘呈现鲜红至黑的渐层，身穿黑色连身裙，右手腕戴着从黑至红渐层的手镯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左前臂缠着新的绷带。尽管在2代 DLC 并没有登场，但深海地铁的关卡中都充满他所制作的背景音乐。身为 DJ 的他，如同章鱼触手的数量一样，身边充满8的彩蛋。专辑封面图的每个 DJ 转盘都带有数字8及8个按钮。而他跟8号还有个共同点 ，Mr. 丧失自我，8号丧失记忆。也许这就是他们在秩序篇相遇的原因。4、小鸡的调色盘。在预告当中，小鸡无人机能带着玩家飞行，协助攻击敌人。从一开始获得 Mr. 的色票后，影片跳转到16楼的选光画面，至少确定能爬上16楼。在网上不知道还有几层，难道跟刀剑神域一样，有100层这么多？而左下显示按 L 可以回到15楼。左边关卡显示，同一个楼层分为3个难度：简单、普通、困难。简单的关卡报酬90元，获得红色色票，能力为暴风伤害提升；普通的关卡报酬230元，获得蓝色色票，能力为人形移动速度提升；困难的关卡报酬320元，能力为无人机的切割炸弹提升。这里操作者按下右下的 X， 呼叫小鸡调色盘选单。这里有特别做出小鸡的图示，是否代表有其他人的调色盘呢？例如饭田的无人机调色盘、4号的无人机调色盘。进到调色盘的选单，上面显示的日文字为小鸡的调色盘。
主武双枪，副武冰壶，大绝杀杀。小鸡无人机的副武为三角炸弹。容易出现的是随机的黄色色票及紫色回墨色票，估计指的是小鸡调色盘容易出的色票吧。右边显示最高纪录16楼，下面的调色盘似乎是参考现实 DJ 的调色盘。游戏中设计成一排9个，有4排，合计可以使用36个色票。目前到16楼却获得20个色票，多了4个，是否代表同一层的3个难度都能够挑战，并且都能获得色票？调色盘左上为厂商 logo 弧线的图案，左边则是显示4个大方向的能力值：力量、资源、范围、游速。可以按右蘑菇头往下拉，估计还有一半的能力没透露。从第一个力量选项的第一项主武射击伤害，总共可以强化9次，目前已强化3次，可以看到右边的调色盘3格红色在闪。第二项暴风伤害已强化2次，估计是这2个红色色票。第4项回墨效率已加强2次，估计是这2个紫色色票，其他的以此类推。从中可以发现一件事，目前画面能强化的次数合计38个，但调色盘却只有36个，代表这次的能力值无法像之前英雄模式那样全部强化到极限，要去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能力去强化去专精。5. 战斗的细节。预告中选择普通难度关卡，会发现进入没有扣掉报酬，金钱似乎不是花在关卡，而是使用在其他地方。难道其他楼层会出现商店吗？进入战斗也会发现此关获得的人形走速在装备后明显变快。仔细看小鸡无人机的皇冠处，类似撒默契的效果，还会丢出三角炸弹，发出雷射扫描敌人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发现箱子的物品，估计是像英雄模式能拿到的卡牌装饰物。而在击败敌人后，会出现饭田图案的罐子，估计是补给品之类的吧。6. 其他细节。除了战斗外，还有细节可以分享。例如这次的敌人就是前波预告的红眼鱼，既不是章鱼、鱿鱼，也不是鲑鱼，而是龙头鹦哥鱼，以啃食活珊瑚为主食，刚好跟上星广场的白色珊瑚相呼应。其他的小杂鱼没什么特征，你看得出是什么鱼吗？再来是本次的黑幕，在前波预告整个被涂黑，而这次最后画面出现大型机器，可以看见小鸡无人机正在扫描某个敌人。从眼睛、嘴巴的特征，直觉联想2代 DLC 内陆社的塔鲁总帅，难道会再次复活？可是仔细比对，预告中的木箱 logo 明显跟2代关卡中内陆社的 logo 不同，似乎又是新敌人。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最后又是我的瞎掰时间。若将墨水看成一面镜子，在其表面显现出来的正是2代 DLC 上市记忆的8号，在墨水的另一边则是遗失记忆的所在。所以8号潜入了墨水的深处，尝试找回记忆，而墨水深处就是本次的秩序片。当8号苏醒在雪白的广场，站在秩序塔面前，他丧失了色彩，象征失去记忆的他，有如一张白纸，在使用色票后改变其配色，仿佛找回失去的记忆，让自己更加完整。为了协助8号找回记忆，小鸡如同2代 DLC， 当时使用对讲机连接地上及深海地铁。这次使用无人机连接现实及深海深处的虚拟世界，透过小鸡的引导，8号往塔的顶层迈进，将失去的记忆一一找回，让遗失的颜色记忆再次回到现实的他，让8号更加完整的成为8号。而米斯塔同为丧失自我之人，其墨水深处的自我与8号失去的记忆相呼应，才引领他们见到彼此。随着8号找回记忆，米斯塔也找回曾经对音乐热爱的自我。以上都是瞎掰啊，别太认真。我是义麦，下次见。